中办主任有多重要呢？一句话，他掌握着习近平等中央常委们的身家性命。中南海作为中国含权量最高的地方，不是谁都能走动的，就连这总理都没有行动自由，没有批准，你能溜达到南院吗？不能吧？而他却拥有最高权限。明年21大，蔡奇大概率是要交班了，岁数大了，谁会成为这个接班人呢？这位平民家的孩子能不能在明年呢平步青云，直上副国级？他到底是谁的人呢？和老习是怎么结缘的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的7月29号。今天呢，咱们聊一个人们非常关注的话题，就是前几期节目我讲到了7常委的预测，当然啊，纯粹是个人观点。实际上，中国的最高权力不是那7个，你得加上另外的3个，其中有一个叫中办主任。今天啊，咱们就来聊一下，明年谁能够接蔡奇的班儿。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啊，现在人们争夺的呀，既有常委，也有这个中办主任。因为背景大家都清楚，蔡奇岁数确实也大了，虽然说是老习的铁杆，执行力很强，几乎是没有自我的执行，但是啊，岁月不饶人，中办主任要求你很早到上班，几乎是领导人的贴身大秘了。岁数大了以后啊，干不动，所以说啊，有人传言他大概率呢会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延续政治生命啊，作为老习的智囊之一，活啊交给其他人去干。那咱们就来预测一下谁能接他的班儿。第二呢，咱们了解一下啊，这个中办主任呢，他不是一般人能干的，因为在中共的体系中，他已经是副国级的领导人了。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改开以后的几位中办主任呢，都是高配。虽然这部门是正部级呢，但是中办主任呢，通常都是由政治局委员或者是书记处书记兼任。比如说温家宝啊，包括这个王刚，他们呢都是书记处书记的，所以这是第一点啊，副国级的待遇。第二呢，我们说一下习近平时期的中办和原来有啥不一样。经过零计划那次擅自调兵事件啊，现在的中办啊，它有2个变化，其中第一个升级了。原来中办不是副国级嘛，但现在蔡奇啊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兼中办主任，这个在中共历史上是唯二的存在。上一个人担任这个角色的只有王东兴，但那个王东兴啊是处理4人帮，他是立了大功的。因为呢77年78年他也只干了2年一肩条，你看蔡奇吧，他都已经干了3年了，也就是讲习时期的中办啊已经是正国级的领导人高配了。那第二个变化是什么呢？调兵的权力反而削弱了。大家都知道零计划擅自调动中央警卫局啊处理他儿子车祸的事儿，因此很多人受了清洗。后来老习啊就定了一条规矩，真正的调兵权不在中办主任，是需要和军委主席办公室和总参副参谋长啊一起解决，平时是需要双重调兵的。当然了，中办主任仍然兼任这个部队的第一政委。那第3个呢，我们说一下，既然是这个蔡奇不能留任，谁能接上？那到底是外调呢，还是内部提拔呢？咱们说一下老习的办事风格，他对于中办主任呢，一定是要成为一个党棍。你天天别老想着什么赚钱、搞钱呐、搞关系啊，你是我的人，你的天上只有一片云，那个人就是我。所以说，忠诚这是绝对的，能不碰经济就一定不要碰经济。他在2013年初掌大位的时候，
面临的第一件事啊，就是要清理这个令计划的流毒，或者说令计划的铁杆要清洗。那他把谁弄来的呢？就是和他同年担任县委书记的这个栗战书。他从贵州省委书记啊，直接到中央担任中办副主任，实际上呢就已经在开始主持工作了。所以他是要用自己的心腹的。后来呢，他用了他上海时期的秘书长丁薛祥，那又是秘书出身，自己的老部下，包括第3任现在的蔡奇，也是他曾经的秘书班子之一。你看，咱们已经知道他的规律了吧？一定是自己信得过的下属。以前啊是外调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判断这种概率比较小，大概率呢是从内部的副主任里边提拔一个上来。原因啊蛮简单的，因为现在的这几位人选啊，已经跟着老习打拼了10几年了，中层关他已经过了，所以说大概率呢是内部提拔，而不是外调。好，既然是内部提拔的话，咱们看看主要竞争者有谁。我看好谁呢？是第1副主任，正部长级的，他叫孟祥峰。咱们聊聊他啊，很有意思。因为这个家伙啊，他是个平民子弟，没有什么背景，没有什么帮派，那他是怎么进入中央办公厅的呢？这就是命运的安排，加上他自己的努力。这小伙子呢是1964年生的啊，现在是60多岁，在中共体系内这还算年轻。他啊是河北这个人，然后呢相当于石家庄南边的邢台。你看没有什么背景吧，就是一个平民的孩子。因为学习好，考试 OK， 所以后来他工作进入了中央纪委。在纪委啊一步一个脚印儿，一直干到正厅级的巡视主任，然后呢外放。所以说他呢是一步一步干到中纪委的高层的。那谁外放了他呢？应该说当时的贺国强啊，让他出去啊锻炼锻炼，要不然的话你要想升官必须得有外放经历呀。应该是在2000年啊，他就到了这个杭州担任市委常委。那时候的市长是蔡奇，你看那时候缘分就已经建立下来了。实际上他只当了1年的市委常委，马上又到了辽宁担任中纪委的这个省纪委的副书记兼监察厅厅长。过渡了4年的时候，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好事来了。2013年老习掌了大位之后啊，必须得把令计划换掉，这权力就给了栗战书了。老哥们，你看着办吧。栗战书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，下面这几个秘书局局长、机要局局长都是原来的人，必须得换掉。那自己的人在哪儿呢？他就想到了谁呀？自己的小老乡，河北老乡孟祥峰，现在啊正是正局级。既不是团派，也不是太子党，没有红色背景，也不是江派，就是扎扎实实干起来的，背景非常的干净。咱说的干净的意思就是他不会受任何人的暗中影响，要的就是这种党棍。而且他在中纪委干了26年，就他了。所以说呢，平步青云，被这位老乡呀上调到办公厅担任常务副主任。那好，他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？就是要清洗令计划留下来的残部。他自己就兼任了这个保密局的局长、保密委员会的主任，然后呢开始大展拳脚，最后把他的上一任的领导啊几个局长全部送进监狱里去了。所以说，当年整肃令计划的余部，他是立了头功的，应该说是老习的干将之一。后来啊，他一共伺候过3任的中办主任，都对他满意。你无论是这个后来的丁薛祥还是蔡奇，又搭档了一回。后来啊，他是在2020年直接晋升到了正部长级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为中办主任接班啊订立基础了。接下来啊，他大概率会成为副国级的中办主任。事实上，
在2013年清洗这个中办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马也进行了大清洗，就是著名的834部队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曹青啊平调是安全退休了，其他几边的副局长啊，有的是这个监狱啊，有的是免职。中央警卫局的局长、副局长传统上都是内部提拔，这个都各方都有一些自己的力量在里面。但是老七上台以后发现必须全部换血，警卫局的局长、副局长、团长、政委包括各中队几乎全部完成了清洗。后来呢，他是派了38军野战军空降过来当局长，后来呢，又到了他福建的部队31军的一位副参谋长过来当中央警卫局局长。所以说，现在的老习已经完成了对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办公厅的整体换血，总体上现在是都姓习了。如果谁要搞政变的话，你必须得拿下这2个部门，这样才有可能成功。好，如果您感觉大伟的节目还有点意思，欢迎点赞、留言、转发，咱们明天再会。